男人为了给自己换个老婆，他大半夜偷偷把车子藏进没人的小路，在趁夜跑的妻子从这里经过时，男人毫不犹豫地发动了汽车，朝着妻子冲了上去。妻子就这样被碾过去，男人紧张地望向后视镜，却发现妻子竟然还没死透。于是男人一不做二不休，又再次挂上倒档，把妻子碾压了一顿。直到看见妻子彻底没了动静后，他才放心的开车离开。接着男人马不停蹄的赶到公司，故意在保洁阿姨的见证下，假装加班了一晚接杯咖啡，成功制造了不在场证明。做完这一切后，男人一脸轻松的回到家。为了庆祝彻底摆脱妻子，他倒了杯威士忌助兴。可没想到这时身后却传来妻子的声音。男人瞬间就吓傻了眼，妻子竟毫发无损地出现在眼前，并且像个没事人一样和他说话。男人顿时感觉大脑一片空白，连妻子在说什么都没有听清。直到儿子从卧室走出和妻子聊天，他才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当得知妻子今晚换了条夜跑路线时，男人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自己刚刚杀错了人。那杀人的一幕不停地在他的脑海中回放，顿时他就感觉一阵后悔不已。可妻子却以为他回心转意，放弃了离婚的想法，第二天还把心爱的奔驰车还给了他。然而就在丈夫走后，妻子却在出门时看到警察封锁道路，这时她才得知昨晚一位单身母亲被车撞死，而司机早已经跑路。丽莎听后瞬间感到毛骨悚然，如果不是她临时换了条夜跑路线，那么昨晚死的人很可能就是她。然而到此时她还没意识到，昨晚死的人只是一个替死鬼。直到她来到洗车店洗车时，却发现自己卡里的钱不见了。丽莎气愤地找到店员质问，在她的强烈要求下，店员为她调取了昨晚的监控。当丽莎看到监控的那一刻，她却彻底傻眼了。画面中丈夫所开的车子竟然和警方通报的一模一样，并且丈夫洗车的时间都和昨晚的案发时间相差无几。再结合最近自己和丈夫发生的冲突，丽莎瞬间明白了一切。原来昨晚丈夫的目标竟然是自己，如果不是她临时改换路线，那么此时她早已经是一具尸体。一想到丈夫竟然如此狠毒，丽莎再也无法容忍丈夫的行为，而接下来她也将用自己的行动彻底让丈夫付出代价，同时也将震碎各位的三观。而这一切还要从丽莎发现丈夫的秘密说起。凌晨4点，丈夫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短信，声音无意间把丽莎吵醒，丈夫连忙解释是同事发来的信息。然而这句话却引起了丽莎的怀疑，因为没有哪个同事会在凌晨4点发来消息。丽莎要求检查丈夫的手机，以证明他的清白，但科尔却执意不肯交出手机，并声称夫妻之间应该互相信任。然而这番话却更加中了丽莎的好奇心，她不禁怀疑科尔在外面有人。就在她准备上前查看手机时，科尔却一把将手机攥在手里，并坚持这是原则问题。但丽莎却根本不相信他的解释，直接伸手抢夺手机。眼看手机即将被抢走，科尔强行掰开丽莎的手腕，抓起手机狠狠地扔了出去。但殊不知这种行为更加让丽莎坚信丈夫有事瞒着自己。于是在第二天，丽莎假装为昨晚的事情向科尔道歉，并提出要帮他修理手机。然而科尔却说手机已经用了很多年，正好他也打算换个新的。丽莎见状也没有继续坚持，但女人的第六感却告诉她，事情一定没有那么简单。她查看了科尔的社交账号，却发现他最近更新的照片上经常带着另外一个女人，并且女人还显示单身状态。虽然两人都是同事关系，但丽莎却发现两人相互看对方的眼神中似乎还透露着一丝暧昧，这让丽莎感到了莫名的不安。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丽莎特意为自己画上精致的妆容，还喷上丈夫喜欢的香水。等丈夫回来后，她又以让丈夫帮她拉链为由，故意将自己的身体靠近丈夫，但没想到丈夫却仅仅是敷衍的亲吻一下后，就连忙找了个借口离开。丽莎瞬间感到一阵失落。随后在丈夫公司的聚会上，丽莎看到了照片上的女人，对方那青春活力的样子让丽莎感到了强烈的危机感，但她还是忍住了内心的冲动。可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她傻眼了。当晚会开始后，丽莎发现科尔却带着小美上了2楼，她顿时产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于是也偷偷跟了上去。很快她就在办公室看到了两人的身影，为了防止被他们发现，丽莎脱下高跟鞋，小心翼翼地向他们靠近。可没想到当她走近后，里面肮脏的画面却让她傻了眼。在回去的路上，虽然丽莎此时已经愤怒到了极点，但她还是强忍住没有揭穿丈夫的行为。作为一个母亲，她不想因为这件事而影响到儿子的学习，同时作为在一块生活了20年的夫妻，她想要给科尔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然而她不知道的是，就在科尔第2天来到公司后，小美却给他下达了最后通牒。她不想两人再以这样的关系保持下去，并提出了结婚的想法。她要求科尔必须尽快和丽莎离婚，否则两人的关系将就此止步。然而此时的科尔早已经被小美迷得团团转，面对小美分手的威胁，
他只能硬着头皮找到丽莎。然而就当他准备开口时，丽莎却似乎明白了一切。他直言科尔是否背叛了自己。然而科尔在停顿了2秒后，连忙解释他只是觉得和丽莎没有了感情，并没有做对不起她的事情。丽莎见科尔死不承认，于是便将昨晚看到的画面毫不遮掩地当着科尔的面讲了出来。科尔瞬间变得哑口无言。丽莎此时也来了性子，她一想到当初自己为了照顾患病的儿子，放弃了全部的事业和梦想，没想到当科尔事业有成时，却打算将他一脚给踹了。面对如此绝情的丈夫，丽莎也决定对科尔摊牌。她警告科尔，如果他执意要和小美在一起，她会将丈夫涉嫌财务欺诈的事情告诉警察，到时候不仅让他人财两空，還會面臨坐牢的風險。Heller det her om penge, fordi vi finder selvfølgelig... Nej, det handler ikke om penge. Det handler om, at vi to havde en aftale. En pagt. Dig, mig og Johan. Vi var sammen. Jeg ved, hvor fantastisk scene jeg synes, du er, når du har siddet i fængsel i 5 år. 科尔也被丽莎的话吓到，他没想到丽莎竟会如此难缠，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将会让他对这个妻子彻底恐惧。当科尔再次回到公司后，面对小美的询问，科尔还尚存着侥幸心理，于是撒谎说已经和丽莎离婚。小美听完无比高兴，上前一把抱住了科尔，随后小美更是提出要带科尔面见父母。科尔听罢瞬间慌了神，他没想到小美这么心急，但为了不引起怀疑，他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随后科尔为了尽快解决掉和丽莎的事情，他找到了丽莎曾经的闺蜜，想要闺蜜帮忙劝丽莎。然而闺蜜却告诉了她一个坏消息，想要试图甩掉丽莎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丽莎曾经有一个男友曾瞒着丽莎和邻家女孩约会，后来不知为何突然失足坠崖而死。虽然没有任何的证据，但以闺蜜对丽莎的了解，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她干的。科尔听罢瞬间燃起了希望，他马不停蹄来到当年男友失足的悬崖，因为如果能找到妻子当年的犯罪证据，就可以以此逼迫丽莎答应离婚。随后他打给了当年的邻家女孩，然而令他失望的是，邻家女孩告诉他，当年他瞒着丽莎和男友约会，确实隐隐感觉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他，但他也不确定是不是丽莎。直到不久后，他听到远处传来惨叫，这才发现了男友的尸体。没能得到想要的答案，科尔无比懊恼，但殊不知丽莎此时就躲在他身后的草丛中，刚刚的通话也全都被他听到。自从和丈夫摊牌后，丽莎就开始跟踪丈夫，原以为在他的威胁下，科尔会和小美断绝关系，但没想到丈夫竟然开始偷偷搜集她的把柄，显然是铁了心要和她离婚。然而丽莎却并没有对丈夫下手，她一路尾随来到一处农家小院，没想到在这里却让她看到了更加气愤的一幕，丈夫竟然瞒着她面见了小美的父母，而他们开心的样子就像一根针扎进了丽莎眼里，令她感到恶心。她再也无法容忍丈夫的行为。等到科尔回来后，丽莎便威胁他立刻和小美断绝关系，否则他会直接报警。科尔无奈只好打给了小美。然而当电话接通后，科尔却半晌都说不出话来，最后更是主动挂断了电话。丽莎见状愤怒极了，一气之下把科尔赶出了家门，并宣布从此这个家再也没有属于他的东西。如果科尔还执迷不悟的话，丽莎会直接把他送进监狱。面对丽莎人财两空的威胁，也终于让科尔露出了杀意。然而当他开车撞死妻子后，才发现自己杀错了人，而且死者竟还是3个孩子的母亲。科尔一时间悔恨不已，巨大的心理压力让他想要自首。然而来到警局后，他却发现电视上通报的嫌疑犯竟然不是自己，而这时他又收到了儿子发来的短信。最终经过再三纠结后，他还是放弃了自首的想法。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丽莎此时已经发现了他的阴谋。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丽莎喊来了科尔。当看到科尔脸上的表情时，丽莎也明白了一切，她瞬间情绪失控，急忙起身远离科尔，生怕丧心病狂的丈夫会再次杀了她。尽管科尔再怎么解释，丽莎都不会再相信丈夫的鬼话。随即他就拨通了报警电话。眼看丽莎即将喊来警察，科尔也彻底急了，连忙一把夺走丽莎的手机，并对警察谎称打错了电话。但此时丽莎也借机逃了出去。这下科尔彻底慌了神，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逃，而事实也如他所料，很快警察就赶了过来。可就当他开门准备束手就擒时，警察却并没有逮捕他，而是询问他刚刚的报警。科尔这才意识到丽莎并没有告发他，而此时手机上也收到了丽莎的短信。丽莎把丈夫约在了餐厅，虽然丈夫的行为无比恶劣，但她之所以没有报警，是因为她不想今后自己的儿子被别人说成杀人犯的孩子，那么自己多年的努力也将白费。科尔听到这话还以为自己逃过一劫，可没想到接下来妻子的话却让他感到恐惧。丽莎威胁科尔不仅要和小美断绝关系，同时还要他杀掉小美，因为只要小美还活着，就始终对自己是个威胁。科尔听到这话瞬间愣在了原地，他无法相信眼前冷漠的妻子竟然会如此狠心。见科尔还是犹豫不决，
丽莎更是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原来当年她发现男友背叛了自己，随后她一路尾随男友来到悬崖边，在对方回头的一瞬间，一把将他推下了悬崖。随后她马不停蹄返回到音乐教室，在提前录制好的音乐停下来的一瞬间，拉动琴弦完美的衔接上，让进来的老师误以为丽莎一整天都在练琴，成功制造了不在场证明。听完丽莎的故事，科尔也终于明白眼前的妻子内心的疯狂。现在两人彼此间都有了对方的把柄，而他也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了拒绝的权利，只能答应了丽莎的要求。随后两人便开始实施了计划，他们在海边入住了一家豪华酒店，假装是在度假。等到时间来到傍晚，科尔把手机留在房间，接着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酒店，前往小美家中，而丽莎则打电话向前台订餐，在服务员送餐时特意要给服务员小费，接着在浴室打开丈夫提前录好的录音，让服务员误以为丈夫在洗澡，成功制造了不在场证明。与此同时，科尔来到了小美家里，但因为最近科尔的冷淡，小美也来了脾气，坚持不肯给他开门。科尔见状直接强行打碎玻璃，想要伪造成入室盗窃的假象。然而当他准备动手时，却还是犹豫了，最终又再次沦陷在了温柔乡里。然而就在他们结束后，小美家的窗户竟不知何时被打开了。此时科尔也听到浴室传来动静，他急忙走过来查看，然而一开门却看到了满身是血的丽莎，地上正躺着小美的尸体。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实，科尔也不得不选择接受。第二天，当警方接到报警赶到现场时，却奇怪地发现，现场不仅没有发现小美的踪迹，甚至就连整个房间都没有找到任何指物。虽然现场更像是一起入室盗窃，但经验丰富的警长却断定小美已经遭遇了不测。可奇怪的是，为什么凶手要将尸体也带走？除非尸体会暴露凶手的身份。随后警方就调查到了科尔和小美的关系，他们怀疑小美的死和他脱不了关系。可当警方找到科尔时，妻子却主动为丈夫解释，说科尔已经和小美断绝了关系，并且酒店也有他们的不在场证明。由于没有实际的证据，警方也只能用警犬进行搜索。然而一连找了几天，他们都未曾找到线索。与此同时，在湖边举行的篝火聚会上，科尔和好友划船准备点燃湖中心的篝火。可当船靠近柴火时，好友却闻到了莫名的腐臭味，但也并没有怀疑是尸体。丈夫见状，抓紧时间倒上汽油准备点燃。然而此时警察却带着警犬搜索到了这里，并且警犬对着湖中心还不停地狂吠。丈夫见到这一幕更加慌乱，手上的火柴却怎么也点不着，眼看只剩下了最后2根。而岸边的警长似乎也开始察觉到了不对，终于就在这紧要关头，火柴被成功点了起来。这时警犬也停止了吼叫，岸边的丽莎见状也松了口气。警长也以为只是警犬的好奇心，随后便离开了这里。但殊不知火堆的中心就放着小美的尸体，而这个秘密也永远不会被发现，因为在1200度的高温下，任何的东西都不会残存。不久后，他们一家卖掉了房子，准备去往新的城市生活。最后，你认为经历过这件事的两人，今后还能和睦的生活下去吗？